10月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透露，自10月10号以来，乌克兰30%的能源设施受损。到了11月1号，他在与欧盟能源专员希姆森会晤时透露，俄罗斯空袭造成乌克兰已有大约40%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尤其是热电厂、水力发电站等。泽连斯基呼吁欧盟委员会在提供援助方面发挥协调作用。他要求建立平台，以支持乌克兰经济，尤其是能源领域。此外，泽连斯基还呼吁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价格限制，并限制俄罗斯向欧盟国家供应液化气，以打击俄罗斯政府的裁员。但俄乌冲突已经超过半年，连金主美国都表示吃不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6月15号，泽连斯基曾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向美国索要更多额外援助，这令拜登发了脾气。拜登还提高嗓门，告诉泽连斯基应表现更多感激之情。拜登以及他的一些高级助理们认为，美方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乌克兰，而泽连斯基却在公开场合只宣扬美国还有哪些事没做。美国媒体称，美国目前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20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目前正经历40年来最高通胀的痛苦。在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除了共和党表示不会再给乌克兰开出空白支票之外，民主党内部也明显在对乌立场上出现分歧。选情不乐观的民主党压力山大。10月2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进步派党团小组的30名民主党众议员联名致信拜登，敦促他大幅改变对俄乌冲突的战略，并寻求与俄罗斯直接谈判。该信被视为民主党内传出的首个不赞成拜登现行对乌政策的重大信号。虽然第2天该联名信就被撤回，但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他们仍然支持这封信背后所秉持的情绪。他们认为，在国会继续批准数十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之际，国会有权利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一些共和党人还呼吁欧洲接替美国，为乌克兰做更多的事情。随着这个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如果共和党要获胜的话，那么可能对于未来这个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的势头是不是会有一个减弱，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另外，随着在这个因素的这种影响下，那么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还能否像此前一样那么团结，或者是那么迅速，或者说那么坚决，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俄罗斯国防部10月31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和能源设施进行打击，所有既定目标都已被命中。乌克兰总统府顾问奥列克谢·阿雷斯托维奇表示，这些袭击是俄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之一。他还表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高，这意味着俄方来袭导弹的破坏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对于这个防空系统来说，要想防住全境的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也是没那么容易的，这也是这个客观的这个因素。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乌克兰方面也击落了不少的这个俄方的导弹，但是这种持续的，而且这种大规模的从乌克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这种轰炸，还是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破坏。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防空部队的行动越好，国家水电供应情况反而越糟糕。他还说，这超出了当代军事工程科学范畴的规律。基辅当地气温已经降至10度左右，并在周末降至最低0度。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2号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完全没有电力、水或暖气供应。他表示，在俄罗斯的导弹攻击造成大规模停电的1天后，基辅全城的水电供应已经修复。不过，基辅将继续按计划停电，因为当地电力系统遭到极大破坏。克利奇科还称，为此基辅市政府正在全市范围内准备超过1000个供暖点，提供发电机和包括水在内的必需品。